Hello， 欢迎来到小屋见大屋的好奇喵屋。说起美食啊，你的脑海里首先想到的会不会是这些样子的？但是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史中，臭的食物原来也是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哦。接下来，小屋会通过介绍这些特殊的美食，来让大家对这段臭的文明有更深的了解。这一期视频首先将会介绍到的是臭香的鱼料理和蔬菜料理。不多说，我们开始吧。说起臭美食，小屋不禁会疑问，有香的为什么不吃，非要去吃臭的呢？说起原因，其实也是祖先们无奈之下的选择啊。早期的人类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要获取食物并不容易，而蛋白质肉类的食物在没有很好的保存条件下，很容易会发臭腐烂。出于对有限资源的珍惜和尽量获得人体足够营养的权衡下，祖先们还是忍臭吃下了这些发臭的食物。随着文明的逐渐发展，人类对食物保存的知识逐渐增长，对于一些新鲜捕获的鱼类和动物，人们会采用一些简单的腌制方式，来让这些肉类可以更长久的保存，以做日后的食用和销售。而这些腌制的肉类，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发生了化学反应，会发出难闻刺鼻的气味，但经过消毒煮食后，又奇异的变成富有营养的美味食物，也满足了祖先对营养摄取的需求。所以说，臭味可是刻在人类基因里的一种味道记忆，食臭可以说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习惯。如果你喜欢上一些闻起来臭的食物，并不要觉得奇怪和不好意思，同时也不要小看了这些臭的美食，它们可都是人类祖先智慧文明的宝贵经验和遗产啊。既然说到臭的美食，我们就从最臭的开始说起吧。在臭的食物中，相信最让大家闻风丧胆的要算瑞典的一种传统小吃——鲱鱼罐头。它是世界上最臭的食物，我们公认臭的臭豆腐，臭味也只是它的1/20。在欧洲，约定俗成，在住宅公共范围内是不允许开启鲱鱼罐头的。国际航班也是规定，不允许携带进入机舱，只因为实在是太臭了。在瑞典官方网站上，也是把鲱鱼罐头的味道形容为类似臭鸡蛋和污水的味道，可见其臭的威力是得到官方的认可。鲱鱼罐头其实是早期瑞典渔民在捕捞大量的鲱鱼后，把其中一部分鲱鱼通过少量盐腌制，做成罐头，等罐头发酵好以后再拿出去销售，以增加收入。现代则会将处理好的鲱鱼经过高温盐水煮后，再装到灭菌容器中，经过15到20度自然发酵1到2个月便可食用。由于是无氧发酵，厌氧细菌会在发酵过程中产生大量的乙酸、丙酸、丁酸等有机酸和硫化氢，导致鲱鱼罐头有浓烈的臭鸡蛋、腐肉和酸臭味，闻起来相当刺鼻。但是鲱鱼原本口感肥郁，在腌制过程中酶分解蛋白质，会大量释放鲜味元素，发酵也使鱼肉口感变得软烂。经过清水清洗干净后，可以直接食用，也可以配上碎洋葱、酸黄瓜、奶酪等一起吃，或是和面包片一起做成三明治，都是别有一番咸鲜的风味体验。丹麦、荷兰、德国地区也喜欢吃一种味道清淡许多、没有发酵过的腌制生鲱鱼片。可以和鲱鱼罐头媲美的，大概是韩国黑山岛的腌制生鳐鱼料理红鱼块吧，也叫做臭斑鳐。鳐鱼没有膀胱，所以尿尿是通过皮肤来进行。渔民捕抓到斑鳐后，并不需要任何腌料，鱼的身体会渗出氨水，对鱼身起到防腐作用。斑鳐在去除内脏后，密封，在18到20度再自身发酵3到4天。所以红鱼块是一道散发着强烈安慰的料理。据本地人的形容，这道料理闻起来竟然让人联想起公共厕所的味道。但是这道菜在当地是十分高级的料理，黑山岛居民会认为婚礼没有红鱼块是招待不周的行为。红鱼块可以直接做生鱼片吃，也可以和烤肉、泡菜一起吃，叫做斑鳐三合。
对于生活在严寒地区的爱斯基摩人，由于生活不便，一直有食用生肉的习惯，所以爱斯基摩人的名字是食生肉的人的意思。腌海雀是爱斯基摩人将许多宰杀好的海雀放入新鲜的海豹皮囊中封好，再用海豹油封口，放置于石头堆砌的密封石窖几个月，等海豹的胃液让海雀发酵。食用时，吸取海雀已经腐化的内脏和汁液，是爱斯基摩人一道隆重而又富有营养的料理。腌海雀在冰岛有另外一个版本叫臭鲨鱼。臭鲨鱼是将格陵兰附近水域捕获的水鲨风干4到5个月，再将晾晒好的鱼肉埋在沙里深度发酵。水鲨为适应严寒水域环境，鱼身带毒性，人吃后会犹如喝醉酒了一样有中毒症状，但鱼肉经过风干数月后毒性会减弱，所以当地人才会这样处理食用。臭鲨鱼的味道十分刺激，而且散发着浓烈的骚味。中国徽州的臭鳜鱼也是一道出名的臭美食，经过各种香料的腌制和发酵后，鳜鱼鱼肉变得紧实，再通过红烧烹制。喜欢的人会连鱼的汤汁也要吃完，而不喜欢的人在臭鳜鱼前，大脑里能想到的大概只有臭和十分臭了。在小屋将会提到的所有臭料理中，发酵鱼系列的臭味基本都是排在榜单前几位的。对于外地人而言，尝试这些臭料理要鼓起很大勇气，但对于本地人，制成料理的本身就是为了保存宝贵的食材，所以这些都是特别美味且珍贵的食品。同时，这些鱼料理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经过发酵后，鱼肉的口感会发生变化，或变得软黏，或变得 Q 弹，因此还是吸引了不少其他地区的新爱好者为其疯狂。介绍了这么多有趣的料理，大家有没有发现都是发酵食物呢？那么在介绍下一类别的臭料理之前，就让我们先具体了解一下其实什么是发酵吧。发酵是指在天然或人工的条件下，利用微生物或酶分解食物中的糖类、蛋白质和脂肪等大分子物质，使原食物产生化学反应和物理变化，形成具有独特风味、色泽和质地，以及能够较长保存的制品。发酵过程中会生成多种氨基酸，除了酸、甜、苦、咸4种味道外，舌头能够感知到的第5种基本味觉就是氨基酸的鲜味。谷氨酸是氨基酸的一种，是味精中的主要成分。在一般食物中，谷氨酸的含量很低，仅仅在海鲜、海带、香菇、番茄里含量较高一点。因此，发酵过的食物变得更鲜美，是人们喜爱食用的重要原因之一。其实像金华火腿、萨拉米香肠、酱油、豆瓣酱、鱼露、泡菜、酸奶、芝士，这些都是发酵食品。在1年熟成的火腿里，每100克的肉中谷氨酸含量可达340毫克，相比于同等重量的新鲜猪肉，含有平均只有10毫克，高出了许多。另外，发酵是一个把大分子分解成小分子的过程，其实就是让微生物先吃食物，让食物的质地变得松散，我们再来吃。所以一般发酵食物都更容易被消化，更利于人体吸收。臭臭的发酵食品区别在于，这些食物在发酵的过程中也产生了具挥发性的芳香族化学物，像硫化氢、氨、臭酚素等化学元素，所以闻起来会有臭鸡蛋或尿味等难闻的气味，但基本也是无害的。而烹饪过程中，这些挥发性的臭味物质也很可能会被挥发掉。同时，舌头并没有臭味的接收器，所以经过烹饪调味后，这些臭臭的发酵食物又成为一道闻起来臭、吃起来香的美食。近年风靡各地的螺蛳粉是一道来自广西柳州的风味料理，是柳州米粉加上酸笋、木耳、花生、腐竹、青菜等配料，淋上淡水石螺熬成的汤底，最后调入酸辣口味而完成的汤粉。柳州本地人说，必须要每天吃上1碗，
要不然会觉得浑身不舒服。对于不熟悉螺蛳粉的人，远远的就会闻到一股强烈的臭味。配料之一的酸笋就是这个臭味的主要来源。酸笋的制作是把新鲜的笋去壳、切断，放入瓦缸中，加入米水，密封浸泡半月而成。其发酵是须氧菌和厌氧菌的通力合作，把笋中的糖类和蛋白质最终代谢为硫化氢，所以散发一股臭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江南三臭，就是臭鳜鱼、臭豆腐和臭苋菜梗。臭鳜鱼之前已经和大家介绍过，那现在来说说另外2种吧。臭苋菜梗可以说是臭豆腐诞生的关键，把现在去掉叶子，只剩下菜梗，清洗干净，切断，泡在水中1天，待水中微微出现气泡，苋菜端开裂后，捞出沥干水分，再均匀拌上适量的盐，封在容器中2到3天，等菜梗出现白色泡沫，便可捞出，加上适量香油蒸熟后，就可以开吃。把梅菜梗捞完，剩下的液体部分就是菜卤了。少年人会把菜卤留在坛子里储存起来，下次在做梅菜梗的时候，可以用来当引子，这样做出来的梅菜梗味道会更好。除了苋菜，其他的瓜果蔬菜，例如冬瓜、丝瓜、毛豆等，都可以放入菜卤坛子里进行腌制，半天就可以制成梅菜。这坛菜卤就是制作臭豆腐的灵魂了。介绍到这里，大家心里是否会有些疑惑呢？这些梅菜的制作和食用安全吗？所以小屋认为，现在我们有必要来了解一下发酵和腐败、发霉之间的区别了。发酵是在一定的温度和湿度环境里，在有氧或无氧的条件下，利用对人类有益的特定细菌、酵母菌、微菌等微生物，把有机物原料分解或合成，生成对身体有益的新物质的过程。腐败是食物在各种微生物侵蚀下产生有害物质，发生质变的情况。发霉是在过热或过于潮湿的环境中，杂菌和腐败菌等微生物大量繁殖，在食物表面积聚成霉点，产生对人体具有毒性的代谢物的过程。发酵处理不当都会造成发霉和腐败的情况。发酵和发霉、腐败的最大区别在于，侵蚀食物的是有益菌还是坏菌。发酵和腐败之间也并没有明确的界限，过度的发酵就会发生腐败。因此，无论在购买或是自家制造发酵食品，例如菜卤、腌制鱼等，都必须要十分留意这些情况哦。下一期接着由臭苋菜梗制成菜卤的话题，我们将会继续介绍臭豆腐的制成，以及其他各类臭的发酵豆制品。当然还少不了介绍世界上最臭的知识，和大家一提起臭就会想起的榴莲啦。不知道大家喜爱这条带味道的视频吗？如果喜欢，请订阅我们的好奇喵屋频道，按赞分享我们的视频，请留言告诉我们你们还喜欢哪些臭味的食物，又有哪些吃臭味食物的有趣小故事呢？我们小屋、小琪和阿苗期待着你们的每一条留言哦。喵，下期见！真的有香味和臭味吗？臭味是一个与香味相对的概念。舌头能够尝到的味道有5种，分别是酸、甜、苦、咸、鲜。我们喜欢闻起来美味的味道，我们称之为香味；而我们不喜欢闻上去感受不好的气味，我们称之为臭味。所以，实际上具体香和臭这2种味道并不存在，更多是一种个人感受。